Morning World， 现在是早上7点半。如果平常没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我会给自己1次的贪睡机会。有时候是2次啦。不过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喜欢睡太久，所以大概贪睡1次到2次，我就觉得睡得很饱了。起床之后刷刷牙、洗把脸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个我非常喜欢用的洗面乳。这不是业配，而是我真心的推荐它。因为我是个敏感肌，很多受欢迎的洗面乳其实我是不能用的。但是这个洗面乳，它洗完之后呢，清洁度很够，但是完全不会有干涩感，也不会有刺激感，非常推荐给也有敏感肌问题的人哦。接下来就要来铺床啦。不过你们也知道，我是个超级不会整理也不爱整理的人，所以其实铺床对我来说，就只是把床上的杂物用棉被盖起来而已，看起来整齐就好了。然后因为眼睛长期盯着荧幕，很常会干涩，尤其刚起床的时候眼睛会特别干，所以我都会滴一些眼药水舒缓一下。接下来就是我的 morning skincare routine， 晨间肌肤保养的时间啦。平常上班都待在冷气房，皮肤很干。周末呢，我又喜欢上山下海，所以如果不想老得太快，平常就要做好保养。虽然近期内应该是没有办法上山下海了，我好久没有爬山了。虽然说在家里工作好像不需要打扮得多漂亮，但是我换衣服是为了仪式感，帮助我的大脑进入工作的模式，所以我还是会把睡衣换掉，换成一件还是很宽松的衣服，主要是方便我晚上可以直接去运动啦。早上我会灌水，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可以帮助脑袋维持清醒。Hydration is the key。接下来是我的上妆时间啦。你可能会问，在家干嘛还要化妆？因为化妆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习惯，所以主要也是为了仪式感。化妆的过程对我的大脑来说，就是那个进入工作模式的 transition。不过通常我就只会简单画而已，有时候顶多擦一个防晒，趁这个需要被关在家的时间，让肌肤休息一下，透个气也不错。不然我的脸上真的是因为戴口罩，长了不知道多少颗痘痘。My face is ready。接下来呢，是我的读圣经祷告时间。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每天播出时间读圣经祷告是非常重要的，让我的一天可以从神的话语开始。你可能会觉得我站着很奇怪，但是我真的蛮怪的，我超喜欢站着，我连吃饭都可以站着吃。Guess what's next? It's breakfast time. Well, I don't eat breakfast. 因为做间歇性断食的关系，我已经2年没有吃早餐了吧。喉咙会沙哑，可能也是因为长期空腹喝咖啡的关系。But coffee is a must. 因为少了通勤，等于少了一个让身体清醒的过程，所以我会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做一些伸展，做一些简单不太会流汗的运动，主要是想动一动筋骨，醒一醒脑。Now we are ready to work. 我通常是在9点半到10点之间开始上班。从我起床到我开始上班，其实过了好一阵子。而其实我是刻意的不要让自己太早开始工作，因为帕金森定律的关系，如果我太早开始工作，那我的大脑呢就会潜意识觉得说，反正我今天有很多时间，可以滑下手机，东摸西摸，没关系的。那最后呢，我可能就会更容易分心，然后工作效率就会更差。而如果我给自己固定的工作时间，那我就会尽量用一样的效率去完成我的工作。键盘跟滑鼠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还多。疫情期间，请大家多多消毒自己的工作空间哦。好啦，上班啦！一样没有业配，但是真心推荐这个笔电架，它超级轻薄，收纳完全不占空间，有多个角度可以调整，也不会阻碍到电脑散热，让萤幕高度不会过高，也不会过低，可以减少眼睛跟肩颈的疲劳程度哦。工作一开始，我会看一下行事历，看一下有没有突然新增的会议，因为如果是先前就安排好的会议，
我应该前一天就知道了。然后呢，我会回公司通讯软体中的讯息，然后会看一下有没有重要的 email 要回。我不会花早上太多的时间在看 email， 因为早上是我脑力最好、运转最顺的时候。我不想把脑力呢花在看 email 上面，我习惯累积到最后再做。接下来我会去看一下 code review 的状况，无论是我的 code 或是别人的 code， 因为呢 code review 比较有时效性，如果我没有先做，可能会耽误到别人的工作，或是没办法得到及时的回馈。键盘跟滑鼠是工程师的好伙伴，非常值得买好一点的。相信我，时间久了之后呢，你的身体、你的手腕会感谢你的。我很推荐我现在所用的 Logitech MX Series。这个滑鼠可以让你的手腕呈现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姿势，它握起来的手感，还有它滚轮的滑顺度，以及感应的灵敏度，真的是你用过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希望喜欢机械式键盘的人不要揍我，但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机械式键盘很吵，或是觉得打字间距太大，总之我很推荐这个键盘，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打字起来的手感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工作吧。早上的时间我通常都是安排自己一个人专心的时间，因为早上是我大脑最清醒、最可以专心的时候，除非为了配合时差，不然我通常会把会议排在下午。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会尽量把所有的会议都安排在同一天，这样可以确保自己的 focus time 可以很完整，不会被打断。你们都知道，当你脑袋很认真在思考一件事情，譬如当我们很认真在写 code 的时候，或是当我们 debug 到一半的时候，如果突然被打断，待会还要再把思绪找回来，就会超麻烦的。早上呢，我就是认真的工作。那大概到了12点半、1点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肚子饿了。以前可以进公司的时候呢，因为公司有供餐，所以完全不需要去烦恼中午要吃什么。现在中午就只好自己觅食啦。好奇我在吃什么吗？ Let's see。 那这天呢，我刚好心血来潮，决定要来煎蛋饼。然后家里没有蛋饼皮，所以只好连皮都自己做。没有翻成功。今天煎的蛋饼超丑的，连蛋都没有在饼上面。这个白色一坨一坨不是很美观的东西是 cottage cheese， 台湾没有卖，所以我只好在家自己做。其实全部摆在一起看起来也不会太糟嘛。我其实很喜欢做饭，但是呢平常时间不够，所以有时候吃个优格，吃个燕麦片，有吃饱就好了。其实我也可以叫外卖，但是想一想疫情，就觉得还是缓一缓好了。你没有发现我整个早上都还没怎么滑手机吗？通常我到了中午才会开始滑手机，看一下股票，回一下讯息，看一下新闻。因为被关在家，我滑手机的时间已经比以前多很多了。不然我其实平常是个不怎么滑手机的人。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，其实吃饭吃很快。所以有时候如果我心情好的话，我也会找同事一起视讯吃午餐，或是就是单纯饭后聊聊天。因为虽然我是 introvert， 但是我觉得有适当的 social interaction 还是对身心灵比较好的。那下午的工作内容呢，其实每一天都不一样。有时我就是认真的写 code， 有时我就是认真的 debug， 有时候整天都在开会，有时候就是写一些 documentation， 阅读一些文件。有的时候我就是看心情做事。其实软体工程师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在写 code， 花时间沟通写文件是工程师必要的工作内容。休息一下，进广告吧。Just kidding， 但是真的要休息一下，做久了真的要记得起来动一动筋骨。到了下午我就会开始分心了，有时候就会开始转圈圈，是说好像该换一张好一点的椅子，不然这样子长期坐下来真的会腰酸背痛。而且为了确保我有良好的工作姿势，我把高中课本拿来垫脚啦。下午工作比较容易脑袋昏沉，我有一个保持清醒的小秘技，不是喝咖啡，是喝水。喝水真的可以醒脑。
平常我就只会喝水跟咖啡而已，不过因为在家工作，运动量变少，所以我就把咖啡的量减少了。坐久了，我的脑袋就会无法运作，所以我就会想要站起来，但是现在又没有升降桌，不想坐着，但是站着又不舒服，之后就会进入一些奇怪的姿势，像这样。看到我那涣散的眼神了吗？ Eventually 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再专心的时候，我就会决定起身出去走走，因为与其在家里无法专心浪费时间，不如去做一点别的事情。其实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下班了啦，不过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还是会用手机看一下 email， 看一下有哪些重要的邮件，因为我习惯把邮件累积到一天的最后再一次把它看完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做法，不然如果你一有 email 就要看，那你可能整天都不用工作了。但其实这个时间我更喜欢让自己放空，做一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事情，譬如把花丢到水里。其实放空并不是在浪费时间，而是让大脑进入一个涣散的模式。这个时间通常是我们的想象力、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。牛顿就是在发呆的时候发现地心引力的。那我平常是一个运动量非常大的人，突然被关在家里，没有办法上山下海，真的是快要把我搞疯了。所以呢，在吃饭之前，让我们一起动起来。戴口罩运动太累了。戴口罩运动久了，逐渐的我的心肺越来越好，戴着口罩跑个5公里，已经变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情。我还有一个很怪的兴趣，就是我很喜欢拉筋，很喜欢伸展。我就是个走到哪都想要伸展的怪人，连在玉山北峰上面我都可以拉筋伸展。运动完释放完能量之后呢，就可以吃晚餐啦。因为疫情，所以呢晚餐也是在家里轻松煮，简单吃。说不定这个疫情过完，我可以瘦很多。We'll see。洗完澡之后呢，该擦的擦一擦，该吹的吹一吹。不过吹头发实在是太耗时间了，所以我通常只会吹个半干，然后呢就会进入到我最喜欢的时间 ，It's my free time。对，我一天中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结束完一整天忙碌的行程之后呢，坐在床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通常呢，这也是我做影片的时间。每一支影片其实都超级费时的。我是个不追剧也不玩游戏的人，看 YouTube 也都是为了找创作灵感，真的是因为自己在做 YouTube 之后才开始看 YouTube 的。这边呢也就会花一些时间看一看回复大家的留言啦。基本上这一段时间没有一定要做什么，如果需要读书或是需要上一些线上课程的时候呢，也都会利用这段时间去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也是我拨空去做教会一些事情的时候。虽然现在没有办法见面，但是适时的跟朋友用视讯联系感情也是非常重要的。Before bed， 我会呢读一些基督教相关的书籍，让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里。同时呢，也是避免自己在睡前使用太多电脑、手机，影响了睡眠品质。其实多亏了疫情，我才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书，不然我手上这一本我已经看了2年了，还没有看完。Time to sleep。 平安的一天又度过了，感谢凯心灵的努力。Good night, world.